欢迎收看《神秘文怪事》，大家好，我是团长。没有订阅的朋友，请按下订阅按钮，谢谢大家。加入我们优秀神秘文怪事团，拜托大家用力按下订阅，达到1000订阅，大家可留言告诉我。要说到蒙娜丽莎，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吧？这幅达文西的代表作，现在是被保存在巴黎的罗浮宫里头，每年都能吸引到无数的人来看这抹神秘的微笑。现在有科学家把画作给进行重叠，竟然出现了非常惊人的一幕，冒出了一张外星人的脸庞。而藏在蒙娜丽莎画作中的细节也不只是这一个，只要把画作颠倒过来看，会发现有很多的动物，还有一些神秘的符号。而关于这幅画，至今仍存在着许多未解的谜团。究竟这个被誉为不是天才全能之人的达文西，想要透过这幅画告诉世人什么样的秘密呢？ Salut ma chérie, alors quoi de neuf? Bah tu sais bien, j'en peux plus de sourire toute la journée comme une idiote. Tout juste si je fais pas g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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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na, j'ai l'impression d'être devenue une peluche géante à Disneyland. T'exagères, tout le monde aimerait être à ta place au Louvre, 20 000 visiteurs par jour. Et peut-être, mais je fais ça depuis 1503, t'imagines? J'ai la mâchoire déglinguée le soir, je te raconte même pas. Tremblay 由法国喜剧演员扮演成蒙娜丽莎，由于自己每天必须微笑面对游客，一成不变的生活快受不了了。 甚至画中也没有其他人让他希望能换个环境。Même si tu me transfères, je sais pas moi, dans le tableau de la scène, ça reste du Léonard de Vinci. On en a déjà parlé, c'est pas possible, ma belle. En plus, je serai assise à manger 13 personnes, et pas comme ça, on sera 14 et ce sera mieux pour tout le monde. 2分钟的简短剧情，让艺术品瞬间活泼了起来。但很多人不知道，这幅蒙娜丽莎的微笑，当初在博物馆中即使默默无闻，直到1911年8月份爆发了窃盗案，才让画作引发讨论。一位罗浮宫的临时维修人员文森佐·佩鲁贾趁着礼拜一休馆日大胆偷走画作。这幅蒙娜丽莎是画在白杨木板上的，并不是画在油画布上的，所以没办法把它卷起来藏在身上。佩鲁贾环顾了四周，见没有人，就拿起了这幅画，准备逃跑。为了方便携带，他从画框上取下了画，把画框扔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整个盗窃行动进行到这里都非常顺利。 然而，当他通过原计划的逃跑路线离开的时候，被其中一扇门挡住了。佩鲁贾发现自己身上的钥匙打不开这道门，情急之下，他决定破坏门锁，却差一点被另一位水管工人撞见。佩鲁贾只好硬住头皮走另一个有保全的出口。还好当时保全睡住了，画作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被偷渡出去，直到隔天才被馆方人员发现。然而发现的太晚，给警方的调查和搜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第二天一早，欧洲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纷纷登出了卢浮宫被偷了一幅蒙娜丽莎的新闻。当时还有一些报道把蒙娜丽莎的配图都弄错了，可见当时这幅画并不是很有名。不过就在一夜之间，这幅画的知名度疯狂的飙升。但佩鲁贾偷这幅画到底有什么目的呢？据说幕后主使者是一位阿根廷人瓦尔菲诺，偷走蒙娜丽莎就是为了要临摹名画，再把假画卖给其他富豪。 借此大捞一笔。瓦尔菲诺先是从阿根廷来到了美国，他在美国共找到了6位独立艺术品收藏家，他们之间呢是互相不认识的。最后，瓦尔菲诺跟每个收藏家约定好了是30万美金，也就是一共180万美金。这可是1910年，放现在估计1800万都不止了。敲定好客户之后呢，瓦尔菲诺就把自己画好的6幅蒙娜丽莎提前送到了纽约。随着失窃案新闻传回美国，瓦尔菲诺成功的把假画全卖了出去。这6位收藏家都相信 自己手上的蒙娜丽莎就是真品。不过诡异的是，瓦尔菲诺从此人间蒸发，找不到人，而真咒一直放在佩鲁贾家中。他心中当然忐忑，便找上了一位古董商人阿尔弗雷德，希望把画偷偷卖掉。阿尔弗雷德对于各种艺术品是颇有研究的，他拿出了蒙娜丽莎真品的照片和一个放大镜，仔细地将眼前的这幅画和照片做比对，尤其比对各处颜料上的皲裂纹。 因为这些自然形成的皲裂纹被称作是画作的指纹，古董家经过再三比对，顿时激动万分，发现每一条颜料上的皲裂纹都对上了。再加上画作背面有达文西的笔记和罗浮宫的印章，古董商人偷偷报了警，当场人赃物俱获。这起失窃案经过2年终于结束了。不过失而复得的戏码传言是一个烟雾弹，挂在罗浮宫内的只是一件赝品而已。 几百年来，不少收藏家各自声称，他们手上有真正的蒙娜丽莎，算一算，数量竟然高达60幅之多。
为什么这幅画有如此强大的魔力呢？原来画中还隐藏不少玄机。美国的一位画家在研究蒙娜丽莎这幅画的时候，他把蒙娜丽莎倒过来看，发现这幅画中隐藏了好几种动物。在蒙娜丽莎的左面，换个角度、换个位置观看，隐约可以看到狮子、水牛，还有猿猴。而美国专家莉莲·施瓦茨居然发现，倒过来的蒙娜丽莎居然和达芬奇有些相像。让人更惊讶的还有，如果透过了电脑后置，将蒙娜丽莎镜像处理并组合在一起后，画中疑似出现了外星人。An alien head can be seen very clearly right between Mona's arms and chin. It could be coincidence, and maybe we're looking into it too much. 真的只是巧合吗？因为达文西的众多作品，不只有一幅隐藏外星人讯息，其中圣母子圣安妮经过叠合也出现了奇特生物，庞福戴着头盔一般。另外，施洗者圣约翰也有同样的现象。这是达芬奇最后一张画作《施洗者圣约翰》。大部分艺术家在描绘施洗者圣约翰的时候都是比较痛苦憔悴的男人，但达芬奇笔下的圣约翰却带着一种暧昧的笑容。如果将这幅画做镜像处理，就会发现这中间好像有个什么东西。但是达芬奇的秘密怎么能这么轻易就让人发现呢？我们再把这个背景提亮处理一下，就会发现外星人。根据了达文西的个人手稿，几乎记录了他每一年的发想与设计，但专家发现，在1476年到1478年之间，手稿却是空缺的，没有人知道达文西这2年去了哪里，庞佛人间蒸发一般，就有谣言传出他是被外星人绑架。It's also worth mentioning a number of paintings feature space shuttles in the sky. The 2 years of Leonardo's disappearance might have involved him traveling in or witnessing an actual space vehicle. 而就在1478年之后，达文西的创造力突飞猛进，他不只是一位画家，手稿里还有各种武器发明，也记录了地质学、生物学和人体解剖学，几乎是十项全能。而他的手稿采用一种特殊书写法，一般人根本无法读懂。Leonardo wrote the Codex from right to left in a script only he and a few of his pupils could understand. This way of writing is called mirrored writing because if you take a mirror and place it on the side of the writings, you can read it as it were plain writing. He did that because he was left-handed, and as I am myself left-handed, I also began as a pupil to write from right to left. But because also he wanted to preserve his research, his secrets, so he was very careful to hide as much as possible what he was studying. 因为在宗教至上的年代，达文西的研究被视为异端邪说，所以这些东西当然无法公诸于世。他的笔记里竟然还有自动化设备的发明，比工业革命早了2个世纪以上。He devised a self-propelled cart, often described as the world's first car, an automatic loom with flying shuttle, an invention patented by John Kay in the 18th century, an automatic panel beater, water pumps, even a machine for perpetual motion, which would generate never-ending energy. You get these amazing views of machines as solid objects, and then he'll pull out a bit of the machinery and say that's how that works. He will do a cutaway bit of the machinery, which is unique. 经由后人深入研究，达文西多达1万多页的手稿当中，这些发明并不是天马行空，因为几乎都被验证可行。但他脑海里无限创意从何而来？是难得一见的世纪天才，还是真的受到了外星人启发呢？留给世人无限的想象空间。许多人还是选择宁可信其有，请大家自行判断。希望您会喜欢今天主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对这些的看法。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谢谢。感谢收看，下次再见。